有没有一个免费网站提供一些数据去分析比特币当下是倾向于看涨或者看空，特别是在盘整震荡没有方向的时候。那今天这支影片呢，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网站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正确的交易偏见，尤其是牛市不断上升暴露出来我认为一些有益的交易数据，请供大家参考。这里是加密阿尔法，新加坡时间2025年8月27日周三晚间的7点整。今天介绍的是 CoinGlass 这一个平台，其实我们在之前有出过一期视频，不过那期视频的话并不是针对性的提到了 CoinGlass。今天的话我们将全方面的讲解 CoinGlass 的各项指标。首先是大家映入眼帘的综合指标下美元指数。美元指数这个数据呢，在短周期内形成跟比特币的反比，也就是说美元指数往上涨的时候呢，比特币也许就是往下的概率会比较多。那就是美元指数往下跌的时候呢，比特币倾向于往上涨的概率比较多，它们是形成一个反比率的。接着呢是比特币的总市值占比，这个占比会影响什么呢？影响最大的话就是山寨币。当这个百分比持续往上涨的时候呢，老实说大家其实都心里清楚，比特币如果涨的话肯定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涨。如果你这样去设想，比特币涨 10%， 很多山寨币可能只涨 7% 或者 8%，那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呢，你是更倾向于去做多比特币，还是倾向于去买山寨币？相信大家肯定是愿意去做多比特币。但如果有一天比特币呈现了大幅的下跌，那你就可以看到什么叫大幅下跌呢？就形成一个趋势。你看它今天市占率往下跌，明天看也是，后天看也是。那也许大家期盼已久的山寨季就来了，但如果是这样子表现，我们在7月份的时候呢，市占是64，然后这个月的话是58，以这样的表现来看的话，山寨季是永远没戏的啊。下一个我会看上的数据是恐惧与贪婪的指数，那这个指数有助于我们什么呢？逃顶。每一次在比特币极度贪婪去到80-90等级的这一个贪婪数字的时候卖出，你会有极大的概率买回。正如你每一次在极度恐慌的时候呢，尝试去抄底，也就是说你很大概率去买了，但是呢会被套一阵子，最终呢还是会涨上去，这是市场的一个规律，也是顶级交易员他从市场找到的一些规律。牛市里面最怕的就是极度贪婪的时候会出现插针。什么叫插针呢？就是突然之间暴跌，这些回撤是没有任何消息，也没有任何指引，可以在数小时内就完成。对于那些做合约的人来说，这就是黑天鹅，所以你一定要留意。下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的话就是交易所。交易所的话，大家其实可以看到这边有个交易所的排名，我们优先推荐大家使用到币安或者是 OKX 这两家交易所，其他其实我们都不做推荐。并且呢，我们交易指标的数据也是背靠这两大交易所的。我们的交易指标平台呢也进行了大更新，请保持每日的签到以及新手祝福区的任务。这些经验值的话都将很快为大家带来空头效应，而且不是一次性的，只要我们的量化策略一直在跑，就会一直有空头，把平台量化的收益转化为 token 空头给大家，请大家拭目以待。更新的 SYP 系统的话也抓紧时间去申请注册，注册的话是需要使用到我们的注册链接的那仅需要完成简单的任务，输入我们交易所的 UID 即可以获得对应的会员权益，解锁我们平台所有你能看到的指标功能。如果您是刚入圈的新人，可以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 OKX 交易所最强新人福利，数字盲盒手续费减免。币安全球第一交易所，我们的注册链接也可以享受全网最高手续费减免。 XT 交易所全网合约最高返现比例 20%， 现货 49%， 以及我们协同币安、OKX 和 XT 交易所进行的独家签约的跟单交易，利用手上闲置资金进行跟单，可以让自己的利益增长最大化。以下是如何在合约跟单当中找到我们这一个平台。然后呢，我们来到持仓这个页面，大家只要去看一下 BTC 合约总持仓就可以了。我们页面下拉，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比特币的价格往上的时候呢，持仓量也是需要往上提的。那比特币价格往上，持仓瞬间往下的时候呢，很可能就是一个深度回撤的时间点，等同于在底部的时候，您可以看到比特币价格不断跌下来，然后持仓呢在后面慢慢起来，这个叫做代表着一个价跌。但是呢，持仓量上涨还是有利于比特币上涨的。如果你发现价涨，但是持仓量下跌，很可能代表了一个反向的风向标，说明大户正走，那可能在做对冲，这是你需要知道的。接下来来到关键性的资金费率。我们留意到一个规律，当全球市场都非常冷静的时候呢，单一市场，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KuCoin 或者是 BitGet， 它的用户群体呢觉得它会上涨，然后选择做多，单一市场做多它就会出现跌。比特币价格冲向12万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币安、OKX 或者是其他交易所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冷静的，但是呢，靠某一家交易所用户产生的共识，认为会涨，
所以呢资金费率就会拔高。但是呢这个看涨的话并不是代表市场的全部，仅仅只是交易所用户的共识。因为其他交易所都很冷静的时候呢，单一市场看涨就是一个反指标了。那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资金 0.01 的是正常的资金费率啊。那么因为市场当中做空的人呢其实是能够赚钱的，每做空8小时就会有 0.01 百分比的资金费率到手，做多的人呢是需要给这个资金费率的，这是金融市场的规矩啊，无论你在外汇还是美股里面都有类似的规定的。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特别是那些合约新手，你一定要认真听啊！我们会出现一种叫做极端资金费率。那今天的 CAMP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在刚出来的时候呢，资金费率一度高达-2，什么概念？-2，包括现在-0.4，你不要觉得这个-0.4对比-2的话好像就少了很多，但是它也称之为极端资金费率。凡是超过 0.01 的话，就是一个不正常的市场。像这样的意思的话，就代表着市场当中选择做空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更别提-2是什么概念了。就是说基本上是没有人看好这个币，全部都选择到做空。那如果出现这种极端资金费率的话，建议大家一定不要去选择做它的合约，或者是开什么现货啊也好，或者干嘛也好，因为它价格波动很大，任何不正当的操作的话都有可能爆仓，损失掉你所有的本金，千万不要尝试。接着呢，我们看一下爆仓数据啊，在这里呢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律可以分享给各位。如果你发现比特币单边爆仓3到4个亿，那说明呢它有 70% 的概率会反弹。如果你要问什么是绝对反弹呢，你看到任何一天比特币的爆单量超过10亿，那么它反弹的概率会 90%。爆仓数据呢也要结合这一个清算热力图啊。那大家其实刚看到这张图表的时候呢，非常的就是难以理解。给大家解释一下，如果向上的话就代表着一些空头，如果价格往下的话就代表着一些多头。如果你觉得很难看的时候，不妨再看一下更难看的清算热力图，使用到一个模型1就可。大家刚看到这个时候呢，非常难以理解，就是根本不知道它代表什么样的含义。首先中间的这些柱状图的话就是它的价格曲线，然后这边的话就代表着实时的一个清算强度。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价格一旦跌破110477的话，将会有3500万的金额被清算。在这之后呢是数据啊，数据的话囊括了所有的技术指标和我们想要知道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你对 MACD 的指标不太理解，我们可以点开，然后下方呢也会有对应的注解啦。只要你多去花点时间去了解的话，都是有，那反正是能够收获的。随后呢我们再来看像 K 线 ，K 线的话在讲这个之前，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常见的几种 K 线类型啊。首先什么是 K 线？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我们现在以阳线为主啊，阳线的话代表上涨。那这个呢它是开盘价，这个是收盘价，那这是最高价，这是上影线。有部分观众老爷的话可能不太清楚上影线什么东西啊，它就是把最高价和收盘价连成一条线，称之为上影线。那下影线的话就很好解释了，开盘价和最低价连成一条线，称之为下影线。同时呢，阳线和阴线都有基本不同的图形，大家可能在这个方向上看一下就好了。然后呢，我们再返回到这个 K 线当中，其实我们在之前的交易指标平台当中呢，已经无数次跟大家分享过了怎么去看。合理运用我们的交易指标平台，也会对你以后的加密世界铺砖添瓦。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